大家好，我是小慧，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，也非常感谢您百忙之中收看我的视频。任何时候要想晚年活得幸福安逸，就应该学会少管闲事。在现实的生活中，很多老年人退休之后更累，因为过多的参与了子女的生活，毫无保留地帮扶着子女。钱不是万能的，但是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。有钱就是生活的尊严，有钱就是说话的底气。其实老年人要懂得一个道理，子女一旦成婚，他们的小家和曾经与父母居住在一起的大家是两个意义不同的家。所谓的父母的家永远是孩子的家，但是儿女的家不一定永远是父母的家。退休以后，如果有一定的存款，可以在适当的时机或者是紧要的关头，可以留有余地的帮扶一下子女。同时，在一些大是大非的面前，可以给子女指引道路。但是，作为老人要学会适度的帮扶，否则就会适得其反，结局不是矛盾重重，就是被嫌弃、被厌恶。所以，无论你多富有，退休之后也不能帮儿女这三个忙：一、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老窝，不要为了自己的子女，甚至让自己老无所居，居无定所。德国古典哲学创造人康德曾说过：青年好比百灵鸟，有它的晨歌；老年好比夜莺，应该有它的夜曲。对于老年人来说，幸福的老年生活莫过于精神需求与物质需求的双满足。对于银发族来说，最好的居住环境不是城里的大房子，也不是子女的家里，而是自己长期生活的老窝。如今有一些老人退休之后，尤其是独生子女家庭，子女在更远的城市发展，随着工作的压力和生活的负担，再加上孩子的出生，很多老年人就会为了帮衬子女，奔赴到子女所在的城市，为了子女起早贪黑，甚至卖掉自己长期久居的房子，只为了给子女更近的距离的帮助，而无怨无悔的出钱出力。可是，在好多的情况下，甚至是大部分的情况下，子女的家不是父母永远的家。一旦时间久了，过多的参与到子女的家庭生活，很容易就会造成更多的家庭矛盾，也会影响到子女的婚姻状态。小区里的王阿姨就是典型的例子。今年66岁了，前段时间因为和女婿之间的不愉快，只能从浙江女婿家回到了自己生活了半辈子的北方城市。9年前，为了给女儿带娃，王阿姨和老伴决定卖掉了北方居住的房子，去南方的女婿家，就是为了帮衬女儿和女婿照顾孩子，做做家务，让他们年轻人努力拼搏，过上更好的日子。可是儿女成家立业之后，父母和子女是两家人，很多事情、很多观点、生活方式都有不同的意见。如今王阿姨竟然用自己的退休金在小区租了100平左右的单元。由于自己年纪逐渐老了，所以为了方便，只能居住在1楼，也是我们的邻居，平时抬头不见低头见，也就熟悉了。有一天，她看到我婆婆为我照顾孩子和做家务，就变得非常的悲伤，然后告诉我的婆婆：儿孙自有儿孙福，不要透支自己的一切。我就是活生生的例子。为了给远嫁的女儿帮忙，老两口卖掉了房子，想着自己一边给女儿帮忙，一边照顾外孙。这种子女要息的晚年生活，幸福快乐的，而且还有自己的女儿陪伴着。想到这种晚年生活，老两口退休之后，毫不犹豫地卖掉了自己居住大背半子的陕北房子，兴奋地奔向了远在浙江的女儿家。起初还好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女婿总是看不惯王阿姨和她老伴的一些行为和言谈举止，更认为他们两个影响到他们的幸福小家。可是王阿姨很委屈，自己卖掉了房子，卖房子的钱都补贴给了女儿和女婿。当初女婿要做小本生意，王阿姨毫不犹豫地把自己的钱给了女婿。
想着自己的钱迟早都是给女儿和女婿的，倒不如他们需要的时候给了，反正也会在女儿家养老。所以王阿姨和老伴毫无保留地卖掉房子，卖了房子的钱也给了女儿和女婿。可是9年过去了，当外孙上小学，老两口没事的时候逛逛公园，看看晚景，做做饭，打扫一下家务，等着女儿女婿下班，等着外孙放学回家，这样的日子应该是很舒心的。可是去女儿家的3年之后，女婿没有以前的热情和客气，也没有以前那么尊重。可是毕竟外孙还小，需要照顾，渐渐的女婿的态度更差了，认为自己家庭开销太大，一家5口人的开销太大，老两口再拿出自己的退休金补贴，还是无法让女婿开心。有时候因为老两口的一些言行和举止，女婿就会找女儿吵，两个人因此也吵了很多次。直到上次女儿和王阿姨在城市的旅游地去旅游，女婿因此和女儿大吵大闹，甚至当着王阿姨和老伴的面还打了女儿一巴掌。女儿瞬间开始大闹，也找自己的婆婆公公闹，一家人整天乌烟瘴气的。面对女婿的家暴，王阿姨和女婿大吵，最终女婿却竟然说出：从哪里来回哪里去，这个家没有你们说话的份。当王阿姨争辩自己卖的房子钱都给了女婿，要求女婿还回来，自己回陕北老家再买一套房。可是女婿却无理地说：找你女儿要去，然后回你们的家乡去。就这样，老两口生气地离开女婿的家，回到自己当地的城市，只能租一个套间。即使很想念女儿和外孙，只要女婿在家，那种莫名的身份和说话的别扭让他们之间减少了联系。所以王阿姨给婆婆哭诉道：任何时候不要为了子女卖掉自己的房子，更不要想着只要子女有家就是自己的家。任何时候在自己的家里才是舒坦和自由的，更不需要看别人的脸色，也不要小心翼翼。任何时候自己的老窝才能够让自己睡得踏实。2. 钱不外露，无论有多少存款都要保密，更不要把自己所有的财产给了子女。人的一生中90%的问题可以用钱解决，只剩下10%需要另想办法。在任何时候、任何年龄，钱就是一个人的命根子，也是一个人说话的底气和做事的筹码。一些老人退休之后，想着自己手里的存款放着也是放着，又或者觉得钱这个东西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，干脆早早的给了儿女，让他们在年轻的时候不要那么苦那么累，而且自己有退休金足够生活了，甚至还会把每月的退休金的一部分给了子女。可是这样的行为反倒铸就了有些子女的懒惰和不上进。这样的行为也有可能在子女做强做大之后，反而开始不喜欢父母的唠唠叨叨，甚至觉得父母和自己待在一起影响了年轻一代的温馨幸福家庭环境。虽然有一种白眼狼的感觉，但现实生活中确实存在着。更何况一些子女或者是女婿觉得老人给钱帮忙是理所当然的，并不知感恩，也不觉得自己愧对父母，已经成为成年人了，还要靠父母的钱生活。遇到这样的后代，退休老人一定要攥紧自己手里的钱。我们的身边就有很多这样的例子。同事小张年轻貌美，工作稳定，丈夫也是一个小有成就的人。我们人人羡慕他每天有人帮着做饭、带娃、做家务，他却抱怨自己的小家总是有公婆存在，感觉有些碍眼，甚至还打扰了小家的幸福气氛。最重要的是，当他们刚结婚的时候，公婆就给小张买了一套婚房，还把自己大半辈子存款65万在结婚当天就给了儿媳小张。在婚礼上，公婆都激动得流眼泪了，认为自己只有这么一个儿子，媳妇就如自己最疼爱的女儿一样，所以就要把最好的给了她。甚至结婚之后，小张都是五指不沾阳春水，每天回到家，公婆都给他做好了饭菜，衣服也不洗，卫生也不用打扫，不想吃家里做的饭就会去下馆子。
别人家的媳妇儿生了孩子之后，家庭压力越大，有些女人自从有了孩子之后就变成黄脸婆，因为既要努力奋斗，又要没日没夜地照顾小孩。可是小张不同，她的命运似乎比任何人都幸福。生第一胎的时候，从怀孕的第一天起，一家人就把她捧在手心里，生怕她磕着碰着，更怕她的情绪不好。生了小孩之后，小张怕熬夜伤身体和皮肤，所以小张只管睡自己的美容觉，孩子都是公婆带的。等到小张怀了第二胎，公婆更加的兴奋，毕竟现在的年轻人都是为了身材和日子轻松，很不愿意要第二胎，所以公婆把自己的退休金存下来的10几万元又给了小张。可现在小张的2个孩子大了些，家庭经济条件更好了，丈夫由于公婆的支持，生意上也小有成就。像小张这样的家庭，夫妻和睦，公婆经济上毫无保留的帮助，家庭经济优越，儿女成双，团结幸福，是所有人羡慕的。可是小张却觉得公婆待在自己的家里碍手碍脚，更认为公婆只有这么一个儿子，理所当然地奉献自己的经济和体力，所以在内心里没有感恩之心，更没有想到如何回报。而在公婆的眼里，自己退休之后，只要对儿子媳妇好，家就会非常的幸福美满。可实际结果却与自己想象的相差甚远。甚至有一次，婆婆得病了，需要10多万元的治疗，小张抱怨公婆老了，时不时生病住院，时不时买药，都是一笔很大的消费，更加认为公婆是自己的负担。可见任何时候，老人要为自己留有退路，别掏空自己的老底，也别让子女知道自己所剩无几，因此就会变得冷漠，没有了孝顺之心。这样的晚辈是喂不饱的，所以还要为自己留一手。如果儿女或者是媳妇儿不孝顺，自己还可以有钱为自己买一点的尊严，生病了可以有钱治疗，不能自理了可以去养老院，也可以雇佣保姆。可见在任何时候，钱是最有保障的。有时候钱要比子女都靠谱，就是自己的底气和尊严。虽然人老了，最大的本事就是拥有一个幸福和谐的大家庭，可如果子女不孝顺，金钱就是自己最大的靠山。钱也是可以让自己的晚年生活降低出错率，钱更可以让自己抵御未来不可测的风险。3. 两耳不闻窗外事，不要参与子女的家务事，更不要经常掺和进他们婚姻矛盾中。每对结婚夫妻都要体验从最初的甜言蜜语，婚姻的平淡，再到一地鸡毛的日常和油盐酱醋茶的争吵，才能够体会到真正的婚姻是什么。何况有时候父母的家庭思想模式比较传统，儿女的经营家庭方式完全不同于父母，所以父母就不要苦口婆心地劝说子女如何的经营婚姻，不必要让子女按自己的逻辑思想经营婚姻。夫妻吵架，作为公公婆婆就不要过多的插手，如果真的是碰到面子上，只能是管教自己的儿子，但千万不要说自己的媳妇，因为媳妇是记仇的，儿子不记仇，多教训儿子，多哄着媳妇，才能够让家庭更和谐。也有很多岳父岳母总是抱怨自己的女婿对自己的女儿不够好，赚的钱不够多，不够上进心，所以有时候就会特别话多。一旦听到女婿和女儿吵架了，会训斥女婿为自己的女儿撑腰，最终女婿干脆不上岳父岳母的门。身边的一个故事，公婆过多的干涉媳妇和儿子的婚姻生活，最终导致夫妻俩离婚。本来儿子和儿媳的感情稳定，还有一个可爱的儿子，可是天下夫妻哪有不吵架的？再加上公婆和儿媳居住在一起，只要儿子和儿媳吵架了，公公和婆婆就会护着儿子，训斥媳妇，而且居住的房子是在公婆的名下，所以儿子和儿媳吵架，儿媳一般会回娘家躲几天的清静。直到有一次，儿子和媳妇儿吵架后，媳妇儿拿起行李准备去娘家，儿子还在一旁劝说，谁知一旁的公婆大声的谩骂媳妇，
滚出去！这个家本来就是我们的家，你爱走不走？只要走出这个家门，以后就不要进来了。因为这样的一句话，媳妇拿走了自己所有的日常生活用品，从此以后再也不回来了，而且坚决的要和儿子离婚。公婆有些慌了，可是最终还是不道歉，以为自己有一套房子，媳妇住在自己家里就应该听话一些。最终媳妇和儿子还是离婚了。离婚后，唯一的小孙子留给了儿子，从此公婆既当爹妈，又当起爷爷奶奶。看到借酒消愁的儿子，整天唉声叹气。所以父母不要插手子女的婚姻和生活，有条件的话尽量不要居住在一起，如果没有条件也要学会放手。无论是媳妇还是女婿，如果聪明的父母一般都会批评自己的孩子，劝说自己的子女。虽然有时候或许是媳妇或者是女婿的错，老人想说一句公道话，但是夫妻之间哪有公道？夫妻之间更不是讲道理了。所以有时候两耳不闻窗外事，不闻不问，少掺和子女的家务事和婚姻矛盾，也是最明智的。作为父母，疼爱子女是人之常情，所以等到自己努力拼搏过，存了一定的钱，退休之后就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去帮助子女，毫无疑地的尽自己的所能，只是希望子女越来越好。对于这样的情感，哪怕到父母终老的那一刻，不是时刻记挂儿女的，这样的情感是理解的，也是父母无私之爱。可是每一个人都要自己亲身走完自己人生，才会体会到人生的酸甜苦辣。任何帮助应该有一定的度，而不是毫无节制，让子女把所有的帮助当作是理所当然，甚至不知感恩，从此懒惰涣散，最终既害了子女，也伤了父母的心。所以老年人退休之后，不要为了子女事事代办，也不要时时刻刻陪伴在子女身旁。他们有自己的生活，也有自己的思想。人老了，要学会慢慢的退出，学会放下，子女才有责任担当，有奋斗的目标和动力。每一个父母都希望孩子们健康幸福，但是不要出钱出力，最后还不讨好。不插足儿女的生活，要有明确的界限感。过好自己的生活，就是对孩子最大的爱，减少他们的负担。退休之后，多为自己考虑，要有自己的存款，也要有自己的老窝，守着自己的老伴儿，看春暖花开，享晚年时光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所分享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了。制作视频不易，朋友们，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内容对您有所帮助的话，就请您给我点个赞吧。您的每个留言和点赞都是我进步最大的动力。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，我们下期见。